公园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些佛教的传说故事啊，还有一些什么他所领悟到的一些佛教的东西啊，就把它用实体去展现出来。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迅速呢就在辽国蔓延，在二战之后我们先不谈这个历史跟地理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它的另外一个景点，叫做南儿湖水库你有没有发现沿路上这个地理位置呢，几乎不要说地理位置辽国这个地方对很多人几乎已经是陌生的或者共轨台湾对于世界经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介绍呢，其实是偏少的我定来讲过台湾的新闻拍开来国际新闻无几个啦报的拢是阿公阿嬷的代志啦真正这个社会弱势爱关怀的所在呢，嘛无几个啦报的嘛是阿公阿嬷的代志啦若要报国际新闻呢你若没有很耸动的标题没有呢，把这个所在这种24小时联播炒到烂呢，很耸动、很惊恐，可以带来收视率的标题呢，新闻台也不干所以导致成了台湾人民呢对于世界各国的很多的国际观呢，相对性的偏少我曾经有讲过在国外的时候遇到的这个老外曾经喜欢非常的爱台湾所有的生活环境条件，但是他常常都讲台湾的人民国际观非常的低落那这个国际观低落呢，跟人民的整个作息生活，还有像电视台、像政府单位传递给民众的讯息呢，也很重要把这个国家呢弄成岛国思维你说岛国思维，除了执政者之外呢，人家还包含了什么人也有岛国思维，连新闻台也有因为新闻所报的就是那种阿狗阿猫的事情呢，那当然自然而然的，你对这个国家以外的物件你也了解呢就甚少。那我们刚刚前面呢提到了辽国，对大家的了解，甚至辽国咖啡大家听过，但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辽国咖啡在世界上这么有名。这也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它在低纬度高海拔的地方种植了温差很大的咖啡豆，导致成了它的咖啡呢世界上独一无二。而且但每一个时间的咖啡季呢，咖啡季节其实呢数以百计的富豪来这边抢标这个咖啡所以呢，有钱人有时候玩的是什么呢？你懂吗？玩的是稀有哇！你说法国左岸咖啡哪有什么？他们能够喝到远从在辽国只有生产一点点的咖啡，这就是最不得了的。那你说，那辽国的咖啡这么有名，为何世界上不推广？我听你的传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虽然它有着很特别、很理想的生长条件，但是呢，辽国没有办法做行销，甚至复制像法国塞纳河左岸的风情，因为家没有遗世独立、烽火战乱的特权。二次世界大战，许多的法国的庄主呢逃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在这个地方呢，很多的，在二战的时候呢，甚至在越战的时候呢，辽国当然。在当时呢，也没有办法幸免于难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当时非常多的法国人在这边种植咖啡，把咖啡技术引进来的法国庄主就冲出去了这是第一个让辽国的咖啡们没有发展的非常好的原因在这边第二点呢，当时呢，美国在越战的时候呢，辽国也受到了波及这个时阵呢，隔壁也越南是战场嘛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迅速的蔓延辽国受到波及，所以加一美军的未爆弹嘛，留在这个土地顶管当时共产党、辽国共产党来接管的时阵呢，林咖啡这种动作拜托的啦，但共产国家喝咖啡这种小资情怀这种有钱人的休闲情怀呢，当然不是国家支持的重点才有可能支持你卖咖啡，卖乱这不可能的代志更免讲旅游共产国家，你想想看，在80、70年代的共产国家，哪一个是好的当然都不好。但是当时70年代、80年代的共产国家，到了现今，在世界过度开发的国家当中呢，国家政策走向资本主义靠拢的时候，哇，这些国家呢，有如坐云霄飞车般的就开始发展了。你自己看看中国，你自己再看看现在的
辽国、缅甸等国家，所以现在的辽国的咖啡产业就慢慢的见到了曙光啊。所以呢，最能够代表法国混血、法国血统的，就是辽国咖啡。哇，很特别吧？真的很特别哈。这也多让我们了解一样辽国出产的特色。除了辽国目前是很多包括连台湾都在推广的一个投资环境之外呢，这里也是一个重点。以前呢，咱这岛来的辽国缅甸呢，咱一直辽国还没走到缅甸呢我们呢会到这个缅甸去，而北东协互通互联，还有一个缅甸辽国大桥一定通车啊今摆咱来到的这个所在，更是另外一个叫做朱岩村主岩村啊。辽国是个内陆国，没有海盐，但总是要有盐吧。所以呢，主盐村就是辽国一直以来盐业的发展地藻井取得的水咸度相当的高，但这个所在，所以呢，伊的呢，把诸侯式煮废料呢。拿去收刮它的盐，这个就是主盐村的由来你有看过不？你当然没有看过啦，对不对这种呢，如果台湾因为四面环海嘛所以我们不会有这种主盐那有一些海洋没港你看看呢，所以我说你觉得呢？真的是我很喜欢，而且呢，我常讲是我们的节目但看后边台。是我们的节目呢，比较早上8点到9点在播放如果我们进到比较主流的频道而且播放的时间更合宜呢，你觉得这种节目适不适合小孩跟全家观看？当然适合啦，不袂晓不有的没的对吧？这种景色适不适合带小朋友来？当然更适合啦，让小朋友了解以前的盐是怎么煮出来。你觉得呢？这个就是真不得了！所以我当下当国外翕的景色呢，我都觉得这些东西、这些节目、这些教材，都是让台湾目前很多人值得观看的地方。包括我自己的某一些理念呢，能够跟大家串联，那是更棒的不敢说自己讲的100%都对啦那我喝的人讲家己搞，家己对的这交流还有普世价值哇，你看看多棒啊！我最喜欢这种感觉了这种这个盐这种真咖啡你人嘛是真奇怪以前想真咖希望这个真咖变较现代现在想加现代就希望呢会使过着较淳朴的生活因为在这种生活当中呢，人民的心地会比较没有功利，比较善良现在我觉得我常常觉得我常常虽然我年纪不太大但是我就是可以从身边从小到大所感受的，还是可以感受到现在的台湾跟以前台湾的那种人民的性质心态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特别喜欢以前的台湾的那种感觉小时候你看我们骑着脚踏车在乡下附近呢到处串联走来走去谁来谁去很淳朴，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这个是你看你说他是贫穷还是淳朴？你说他是贫穷还是淳朴？要看你怎么去看他要看你怎么去看他。虽然这些小朋友呢在拿着这些物资，但是这些小朋友呢，注意看，他们并没有脸上露出商业表情，对吧？也不是沿街都是乞丐这就是我讲的辽国的好处，就是这样，什么叫做主盐有看到了这是我们来到辽国的其中一个小片段，我们继续看下去咯，我们继续看下去就可以了解到辽国美丽的文化，这个遗落的被世界上遗落的一个天然美景所以咱这岛辽国缅甸之旅呢，特别把这两个国家呢合在一起跟一般的泰北的行程呢，泰缅泰国、缅甸、辽国、泰缅辽金三角又是截然不同的整个
旅游路线哦。泰缅寮跟辽国加缅甸呢是完全两种完全不同的路线哦。南极岛是更深入的辽国，更深入了缅甸哦。这个叫做那婉婷啊，这一部片是我们婉婷拍的，把这个所在叫做怪怪美食市场哦。想要叫做怪怪，不是乖乖哦。那很简单啊，因为辽国这个地方夏季非常的炎热，当然呢，他们出产的天然美景。当然也就出产了非常天然的昆虫啦，像这一种东南亚的国家，往往都会出现一种非常特别的景色，就是很多蟋蟀、蚕蛹啊、什么有的没的都拿来炸，都拿来吃，炸完酥酥脆脆的，动作变些讲，有无这就是蚕蛹，这就是蚕呐哈，一寡糖啊哈，所以改叫做怪怪美食市场。来看嘛，辽国人普通时阵拢咧食啥哦？边这个建筑呢，就是军事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正前方是警察博物馆。那等一下，我们的正前方就是凯旋门了，啊，正前方就是凯旋门。
一个象征而已了啊。以前的总督府就是法国来统治辽国的时候，他在原来皇宫的旧址上建了一个建筑，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就是法国人之前的总督府。那以后法国人走了之后呢，辽国执政以后呢，就把这个地方就。看完这一段舞蹈，是不是有发现什么？发现了跟泰国的是一样的哦。前面这个是很有名的凯旋门哦。基本上来搞这个凯旋门呢，来到辽国必去的一个景点哦。那英文的这个小凯旋门的称号呢，是因为辽国在1896年为了庆祝国家独立而仿造所建成的这个凯旋门，外面呢充满了这个欧洲式的风格哦。看起来呢有一点像芭蕾凯旋门哦，但是上特别的是呢，这个凯旋门呢有两座凯旋门看起来真近，但是用真的凯旋门看起来呢有浓厚的辽国味道哦。
尤其是这个凯旋门上面呢，被雕刻内部啦、天花板啦，都雕刻了很多属于辽国自己的风格这个就是它最不一样的地方那来到辽国，它跟泰国只有一个河的相隔，这个神秘的国度呢，你只要跨过了泰夷、泰辽友谊桥梁，你就会对泰国来到辽国。这是真侪欧美背包客选择去泰北佚佗了后，佮继续来到东南亚的辽国来旅行。因为阿多啊，伊到这个东南亚佚佗的时阵，他们在每一次的假期呢，那个时间都很长，所以当他们来到泰国北部的时候，可以顺道就跨越这个泰辽泰辽友谊桥梁，直接进入到辽国这个国家。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辽国的永贞，塔峦寺是永贞的地标基隆城，嘛是当地民众佛教信仰的中心。辽国的国徽，辽国国家民主的象征，这里是为了供奉佛祖的胸骨而建立而起来的，金碧辉煌。来到家有一种另外一种庄严和谐的气质。绕着这个城外85公尺的回廊，当我看那散步非常的愉快尤其是里面的金光闪闪这个规个东西金箔这样子包起来的，所以这整个塔峦寺呢，看起来呢就非常的贵气。永贞是辽国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这里启动下面口音的大70万人伊无现代都市化的喧嚣跟热闹只有平和宁静，他这边呢一切讲究慢慢来，也许赶不上急速向前冲的现代的时代但是慢活可能比较持久。你他们永贞的街路散步的时阵呢，心情真轻松塔峦寺建立1556年的塔峦寺是辽国塔中最雄伟的一座，这个佛塔全身呢用这个真金呢覆盖着。就算讲是黑暗天嘛会使远远的看到这个金塔。听讲这个佛塔下骹有带这个佛祖释迦牟尼佛的塔模，甲伊的佛骨。规座佛塔总共有3层咱下到头前看的金光闪闪总共有45米跨54米主塔下骹是四角形的每一面呢拢有一个膜拜亭。有一站、2站，第2站还有30座的配塔，第3站呢就是看了金箔的塔体，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一座佛塔底座的设计是允许信徒攀登上去的，每一层都有通道跟楼梯每一个回廊旁边的都有85米长，这个佛塔堪称是特别的进来这里面，当然你要穿上沙漏，而且在辽国跟缅甸的这种小乘佛教进来佛事，很多的地方都必须一开始就是赤脚走进来的，而且呢都要裹上纱笼就是呢你的裙子呢不能够太短这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这里是凯旋门凯旋门关45米，跨24米，但辽国来讲是辽国的市中心的象征这个伫辽国总理府的边1960年开始修建，1969年的基本的完工是一个大型的纪念场所中国政府人民赠给辽国的礼物是什么呢？这是这个水池刚是1975年解放的时候呢。在这边呢，游行就从这里通过的，为纪念一个历史事件而将其称为凯旋门凯旋门的四面拱形的门里面的雕饰，
看是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但是在它的拱门基础上是典型辽国的雕刻跟装饰，充满了佛教色彩的精美雕刻这类凯旋门呢，虽看起来跟法国有点像，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它为什么叫做小凯旋门呢？它这个呢有喜分跟法国斜跨斜港的风格。它这个小凯旋门呢，是因为它比巴黎的凯旋门小很多而且它仿照了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建起来，当然我们就把它称作叫做小凯旋门这里也就是永贞最市中心的地方前面喷动了前面的那个喷水池呢，也是这个中国送给辽国的其中一个礼物中国其实当辽国这家在刀珠这样子刀珠，为的是取得这个目前还尚待挖掘跟开发的处女之地因为呢这个国家目前需要很多外国资金的金援那外国资金金援这边呢，当然将来它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取得这边这个国家非常多的天然资源了。这个永贞前面的这条大道呢，也叫做澜沧大道这个澜沧大道呢，就贯穿了这一个凯旋门。刚刚我们有看到这个永贞的小凯旋门，有没有看到它的浮雕啊？它所有的这个建筑，你看我们的婉婷呢，千辛万苦的爬上这一个凯旋门上面从上面拍下去辽国的永贞凯旋门是为了国家庆祝独立，在1869年仿照法国巴黎凯旋门建造的，因此它跟巴黎的凯旋门外形相当一样，但是它有浓厚的辽国传统建筑，墙上雕刻的啦，内部画的啦，全部都是辽国的民间神话跟欧洲式的那种建筑体合在一起完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个凯旋门有7层楼高，是规则下些标高点去里顶广个会使看到永贞规的市区。但真内底呢，你若爬去顶广个会使看到真济你买物件但这个凯旋门内底你买物件，内底无电梯内底要用走路去的，而且可以看得到，你看规个内底的雕刻甲伊做的这种浮雕画在里面全部都是在描写的辽国的神话故事。1818年也是辽太战争的时期，也是那个被泰国抓去的那个国王返回辽国的时候，准备要招兵买马，做寺庙，然后准备要反攻泰国的时候建的。
所以他当时返回辽国的时候建了很多寺庙，这个是其中他一个他建的寺庙，就是那个国王被泰国人抓过去的那个国王。然后他返回辽国的时候就做了这些寺庙，这个寺庙就是其中一个他做的，但是其他的被泰国人烧掉了。唯一他起事没成功，被泰国人杀掉以后，泰国人就把这个万象城烧掉了，把永贞城烧掉了。那所有的寺庙、古建筑、皇宫、玉佛寺，其他的寺庙都烧掉，唯一剩下的就这个寺庙没有被烧掉。为什么不烧它？肯定有原因，就是因为它建造的格式是泰式的。泰式的寺庙，所以泰国的军队过来就是你们自己家一样的嘛，那就不要烧它，然后又把它保存下来。现在战争过去之后，法国人的统治之后，就做一个佛教复兴，就把那些被泰国人烧掉寺庙里面的佛像给它请过来放在这边，所以这边就变成了一个叫佛像的博物馆。所以大大小小的佛像在里边呢有10136种，所以人家也称为叫阿尔陀寺。目前辽国永贞最古老的寺庙在永贞，因为之前的更古老的已经都不在了。好，那我们继续参观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辽国现存寺塔当中，辽国今嘛很有当中上重要、上盖大的舍利塔，金色的造型，风格独特的塔，建伫450当之前。这建设的形态呢，就像一个城堡相共，建伫西元1818年的斯沙格寺就在辽国永贞也有一个很有名的玉佛寺的传对名，就是斯沙格寺也是永贞保存最完整的。你来参观辽国的寺庙你一定拢会杀一甲这个泰国的庙来相比因为因有相同的宗教文化风格，差异性呢其实看起来不大大部分都在小细节上面。一般我们是很难分辨出来两者之间的变化差别是在哪边？这个是来拍婚纱照吗？但是是外拍，也不知道是不是婚纱啦泰国的庙是出了名的金碧辉煌、色彩亮丽在辽国也一脉相承没受了震惊外族统治而被迫太大的改变这点辽国假吃亏很多因为辽国实行社会主义政治之后呢，几十年来宗教跟庙宇的文化发展呢，一直处在停滞跟缓慢前进的时空背景这一卡泰国的没啥写港那我们来到了1818年建造的西沙格寺呢，这些永贞最古老的寺庙，深深的历史存在感进来里面就可以感觉得到在这墙面上一个一个相框的三角窗伴随着这个佛教的线条这个太阳照下来呢，就会有这个另外一种感觉这里呈现佛教特有的美学画面所以泰国跟辽国会搞差别的对，你要慢慢的去体验，慢慢的去感受它，你才看得出来。尤其是你要对它的历史文物呢有比较想要了解的，你就可以发现这两个地方最大的不同处西沙格寺跟其他永贞的庙宇最大的不同，在这个主庙呢是属于泰国式的风格因为这个建筑的风格呢，让它躲开了战争的无情在近200年的时光呢，它也曾经经历过被毁损被修复啦，加载啦，改变没改正墙内的一幅一幅壁画没有刻意的修复，在这些旧的壁画的当中呢，感受到的呢就是辽国的历史
佛教公园。这个公园呢，看上去很古老，其实没有多少年的历史。它是建于1958年，1958年，它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建，很虔诚的佛教徒。这个人呢，从小就跟佛很有缘。这个人呢，从小不爱读书，常常跑到庙里，小时候啊，常常跑到庙里面去听这些老和尚啊，给他讲故事，佛教故事什么的。所以他读书的时候常常翘课，我就跑到寺庙里面去找老和尚，请他讲一些请和尚啊，老和尚啊，给他讲一些佛教的故事。所以他就从小就跟佛教非常的有缘。所以他长到10几岁的时候，13岁的时候呢，他就离家出走。离家出走的时候要去找那个什么得道的法师他真的是被他在北部的山区找到一个他认为说是那个可以修行的地方，在那边呢修行了6年，带发修行了6年，然后返回这里，返回这个区域，因为他家就在这个附近。返回这里来呢，然后呢，他妈妈过世之后呢，留给他一块土地，然后呢，他就留给他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呢，他本来一开始想来建一个寺庙，但是又没有钱，又怎么办呢？他又想为佛教做一些贡献，所以他想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召集这些信徒来捐资。然后由他来牵头做一个佛教公园。佛教公园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些佛教的传说故事还有一些什么他所领悟到的一些佛教的东西就把它用实体去展现出来。然后1979年的时候呢，他还想要继续再做，因为他所要建造的还要比这个还要多得多。但是刚好1979年的时候，辽国的政府他准备要改朝换代，所以他又有点担心，说，政府他在做这些佛教的东西，政府会不会因为共产党那时候已经取得胜利了，会把他抓起来，说他宣扬佛教什么的。因为他搞不清时局会怎么样，所以他就提前先离开辽国，去到哪里？去到泰国对面河那边去到对面河那边呢，他还继续他的这个工程他的心愿。所以这个佛教公园有2座，一个在辽国这边，另外一座就在对面河的那边。对面河那边也有一座，跟这个是同一个人做出来的那这个人呢叫温乐，辽文名字温乐。他从小体弱多病，所以他那个什么，他妈妈从小就送给他姑姑养。之后呢，他姑姑去世以后，他姑丈又新娶一个，然后又把他送回给他的妈妈，这样子。所以他从小呢，希望说，很有佛缘，一直想出家，但是又不能出家，为什么？他一穿袈裟，就好像，反正这个都是他的简介里面写的，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所以一穿袈裟就本身不舒服，所以他一生虽然他是虔诚的佛教徒，一心想出家，但是他一生都没有出过家。站就是地狱啦，中站就是迄款的人间啦，因为定神天堂，没办法。香昆的佛教公园，在这个充满印度教跟佛教雕像的公园呢，这个公园是当地一个人设计这个人呢，这个梁坡1958年设计建造，是一位将印度教跟佛教书刻、神话、肖像融合在一起的瑜伽修行者，也是一名僧侣，也是一名僧医啊。传说当中呢，这个创作者呢，踮山中咧行的时阵呢，无小心落入一个坑内底落入一个这个坑呢，是一个圣者他的居处。
便追随了这位在越南的印度圣者呢学习的旅行，然后呢将这个佛教与印度教的哲理呢融合成个人非常独特的世界观念。在辽国台北都有许多的追随者。那1975年的革命期间呢，他反共产党的理念呢，更是呢，跟这一个创作者不合，于是呢，他搬到了泰国去哦。他在泰国开了一座类似的这个寺庙哦。他在1996年呢去世，享年72岁。他把这个地方呢弄成了所谓的神灵城市呢，看起来有一点怪异，但是呢，他们又有一点信仰哦。佛陀跟许多的神明呢，都是未经训练的艺术家所雕刻出来。这家这种不是艺术家刻出来哦，他当时采用了非常多的还没有训练出来的艺术家来做雕刻。而在这里面呢，很多的地方呢，他把它分成3层：地狱、人世跟天堂。所以在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佛教式的雕刻方式。这就是佛教雕刻公园它最大的特别的地方哦，香昆佛教公园。而且在辽国也有一个玉佛寺哦。那我们常听到的玉佛寺呢，讲的是泰国曼谷，但是呢，辽国想到这么有一间玉佛寺呢，因为这玉佛寺呢，泰国的这个玉佛啊，曼谷这个玉佛曾经有段时间呢是被安置在这里的。听讲呢，辽国人哦，当第到的战争当中呢，对泰北界这个玉佛啊，有混的带到了这个永贞哦。过了8当了呢，泰国人呢入侵呢，又把它呢给抢了回去呢。所以呢，当今来的辽国你马上看了这间玉佛寺，它的由来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这真的很特别哦。来到了小乘佛教，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不一样哦。尤其是呢，这里的很多的佛祖呢，他是露胸的，哇，这在保守的佛教怎么可能呢？但听说呢，这个露胸呢，是因为呢佛陀的道义公开透明，没有隐私的，所以即使是佛像有穿衣服，这个佛像也会把他的内内给刻出来哦。啊，你敢不敢呢？哈，所以呢，佛像无同，艺术家的想法无同，刻出来的物件的弯转拢无同，尤其是在小乘、大乘佛教，更是截然的不同哦，截然的不同。而玉佛寺呢，就被安插在佛教公园里面哦，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佛教公园。